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新春快乐，蛇年大吉。这几天在断舍离翻出来几支压箱底的口红，一点不夸张的说，这几支口红上嘴的次数加起来都不超过10次。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些年我脑子一热买的口红们。我按照购买的时间顺序说，第一支是一支星级彩妆的唇蜜，是我在本科期间买的，距今已经有10年的历史，算是一件彩妆老古董了。它的包装一看就是很日系甜美少女的风格，它的颜色和质地也是日杂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强调光泽、质地比较粘稠的唇蜜。这种质地绝对不能在风大的地方用，风一吹，满脸都是头发丝儿粘着唇蜜留下的一道一道的印子。而且它涂多少层，颜色都很淡，仿佛是皇帝的口红。可能一些姐妹会喜欢这种强调光泽的清透型唇蜜，但它和我平常的妆容风格实在是不搭，所以这么多年我用它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第二支是 Paul & Joe 18年的猫猫限定口红，口红芯儿和壳子是分开卖的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这支口红上面还有个菊花的浮雕，特别精致。第一次用的时候真是完全舍不得下嘴，它还是日系彩妆一贯的风格，颜色看着红，但上嘴就仿佛消失了一样，颜色太淡了，质地也很黏，涂在我脸上总有种妆嫩的感觉，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当个有色润唇膏，偶尔用一下。第三支是我工作第1年去伦敦出差的时候，在 Selfridge 的苏库专柜买的，好像是当年的限定。它自称是一支哑光口红笔，但上嘴更像 cream 质地，也不哑光也不亮面，很像是妈妈辈儿年轻的时候用的口红。颜色看着像砖红，但上嘴玫红调很重，对我这个黄皮来说不是很衬肤色，所以我买回来用过1次就再也没碰过了。第4支来自一个已经倒闭的品牌 Becca， 和我一样年纪的姐妹应该记得她当年的小飞碟高光有多红，家里没一块 Moonstone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彩妆爱好者。我当时也是看到一个博主推荐买了这支口红，色号是 Brave， 它的膏体有股很甜的香味儿，也是很古早的 cream 质地，但一丢丢光泽。颜色是一个很正的暖调大红色，正式场合比如年会涂应该很好看。但是我买了它以后就疫情了，别说年会了，办公室都不用去了。这么张扬的颜色我平常也很少用，于是它也被打入了冷宫。最后一支是植村秀的哑光口红，看这个包装就知道是很多年前的版本。它是我好多年前去上海参加活动回欧洲的时候在机场免税店买的，当时时间紧迫，人又很多，我完全没试色，随手抓了一根就结账走人了。到家以后一上嘴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艳丽了吧！虽说它的柔雾质地做的确实非常棒，可以晕染的很漂亮，但这个颜色厚涂实在是太荧光了，薄涂又太粉了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场合可以用这么鲜艳的颜色，所以它也压箱底了。OK，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。姐妹们有任何废物利用这几支口红的想法，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。看得开心的话，也请多多关注、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。再次祝大家新春大吉，事事如意。我们下期见。